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晚上睡觉嘴巴总是发干，别以为是缺水或是6种疾病的警报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睡觉的时候总是嘴巴发干，或是睡得正香，结果被渴醒，起床喝水后依旧无法缓解，导致再的难以入睡。60岁的王阿姨就是如此，近几个月来她总是口干口渴，喝得多尿得也多。为了缓解口渴，王阿姨到哪儿都是拿着一个杯子，但无论喝多少水都感觉不解渴。起初以为是天气变热的原因导致的，后来跟几个朋友聊到自己的困扰，朋友提醒可能是糖尿病的表现，让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。结果医院检查显示，王阿姨的空腹血糖高达20毫摩每升，判断为糖尿病。王阿姨很是纳闷，自己不过是口干而已，怎么就与糖尿病有关了？晚上睡觉总是感觉嘴巴发干是怎么回事？很多朋友都认为晚上睡觉嘴巴发干仅仅是缺水，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嘴巴发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缺水，导致身体缺水的原因又有很多，比如喝水喝得太少，夜间张嘴呼吸，空气太干燥，吃得太咸等。很多朋友在夜间睡觉的时候有张口呼吸的习惯，而张口呼吸会加速水分的丢失，造成夜间明显的口渴。如果是身体缺水引起的口渴，大多数人在补充水分以后，症状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但如果在补充水分以后，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，那可能就以下这6种疾病在作祟。糖尿病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他们的血糖一般都是偏高的。人体为了维持血糖的稳定，就会促使葡萄糖从肾小球中滤过。然而，肾小球滤过葡萄糖是有一定限度的。当肾小球滤过的葡萄糖超出了自身的能力以外，就会有很多的葡萄糖溶解在尿液中，进而产生渗透性利尿。当糖尿病丢失水分到一定的程度时，就会导致血浆渗透压增高，而这会刺激口渴中枢，产生口渴的感觉。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，他们除了表现为口渴多尿以外，大多还会伴有吃得多而体型偏瘦。发现这种情况时，第一时间检查，了解自己的血糖变化，一旦血糖高，要及时的降血糖来改善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。甲状腺出现疾病，在发病过程中，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，会给健康构成威胁。且甲状腺激素分泌量过多的人会发展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。该疾病主要特点是长时间处于甲状腺激素水平高的状态，为交感神经太过的兴奋，基础代谢率提高，共同影响下，许多患者怕热、出汗、口干舌燥，睡眠质量降低，体重下降。如有这些符合甲状腺疾病特征的出现，就应第一时间的就诊，针对甲状腺疾病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。只有激素分泌正常，器官功能提高，口干舌燥的现象才会缓解，否则后续会出现其他多种症状，影响正常的生活。痛风。经常在睡觉过程中口腔有明显干燥感，感觉自己口干舌燥，还可能是痛风。痛风被称为不实的癌症，相比慢性疾病来说，危害还要大。此时过多尿酸盐结晶体累积，会给关节、骨骼造成损伤。有的人痛风影响下，关节骨骼不同程度的疼痛，甚至肿胀，活动受到了限制。在持续高尿酸的影响下，嘴巴会有不适感，自然而然会发出信号，让患者口干舌燥。通过想要喝水来补充水分，才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。如果同时有关节红肿、疼痛等表现，加上尿酸指标较高，应该积极的降尿酸。呼吸系统疾病。在临床上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，比如扁桃体肥大、鼻炎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、鼻中隔偏曲等，可因鼻腔不通畅而造成夜间张口呼吸，丢失的水分就会增加，这样的话人就更容易的缺水，所以会出现嘴干的症状。尿崩症。尿崩症是一种内分泌的疾病，
患者的神经垂体后叶释放抗利尿激素功能异常，导致肾脏无法进行有效的水电解质的调节和浓缩，从而导致尿量增多、夜间频尿、口干口渴等的症状。尿崩症患者的尿量一般超过正常人的水平，它的临床特点是多尿、烦渴、多饮、低比重尿，每天的尿量一般超过了2500毫升，尿量显著的增多，有极少数患者每天的尿量可能会超过10升。因此，尿崩症患者需要晚上反复多次喝水、上厕所，且多次的出现明显的口干舌燥的症状。6. 干燥综合征。干燥综合征通常较为罕见，属于风湿免疫性的疾病，好发于中老年女性，因为腺体功能减退而总感到口干舌燥，需要多饮水。大部分干燥综合征的患者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。除此之外，部分患者还可能会出现反复的腮腺肿胀、牙齿片状脱落、四肢关节肿胀、疼痛、肌肉疼痛、下肢皮疹等。此时可到风湿免疫科来做干燥综合征的相关诊断性试验。由此可知，不少类型疾病在发展会通过睡觉时口干舌燥发出警报，能细心留意的人察觉异常后及时的处理，可以防止疾病越来越严重。无论是痛风、糖尿病还是甲状腺疾病都不能小看。出现口干该怎么办？口干是一种感觉，它可能与生理因素有关，也可能是病理因素引起。情况下，若是生理性的口干，只要通过改善饮食、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及时的补充水分，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。不过，喝水时也有讲究，身体缺水时需要及时的喝水来缓解，但不宜一次性喝太多水，容易造成内部的电解质不平衡，所以不要等渴了再喝水。应该做到多饮水、勤喝水，让身体始终保持在平衡状态。成年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即可满足身体所需，但如果大量出汗的情况下，也可以适当的多喝。喝水最好选择白开水，如果不太喜欢喝水，也可以选择柠檬水、大麦荞麦泡水，或是味道较淡的茶，但还是要保证一定量的纯净水的摄入。外，口干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选择碳酸饮料，虽然这些饮料可以让你一时爽，但是由于其糖分较高，可能会加重口干。要是病理性口干，则需要医学治疗，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口干的问题。如糖尿病患者，如果口干不能缓解，需及时的补充水分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口渴中枢下降，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。补充液体的同时积极的就医，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血糖情况，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物来控制血糖，帮助缓解口渴的症状。如果是甲亢患者口渴，应在医生指导下来服用抗甲亢药物，待甲状腺指标控制后，口干等症状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。那病理性的疾病也应因病施治。总之，喝水只是缓解一时的口渴，引起嘴巴发干的原因有很多。当感觉到喝水都无法缓解口干时，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院明确病因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